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關心華為的韜定律震撼全球。今天來關心到的是麒麟2026呢，在秋季會來正式的登場了，直逼台積電的3奈米嗎？再來就是華為自己說的，不需要用到 EUV 設備也可以做到1.4奈米，真的有可能嗎？再來就是關心大陸的科技戰全面的升級，晶片革命會不會從此超展開？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首先歡迎國民黨前駐美代表處常駐副代表黃玉軍 Eric。大家好。好，還有台北市議員侯煥庭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視頻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在中美科技戰帶大家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華為最新喊出的話題，在這場科技戰當中，他說呢，接下來他不需要用到最先進的光刻機設備 ，EUV 也能夠充作類似的1.4奈米的製程，並且呢，在此刻拋出了韜定律來挑戰，掌握了半世紀的摩爾定律。大陸真的準備好了嗎？這個半導體的新遊戲規則會不會來改寫全球規則？還是一次只是科技戰的大宣傳？機會跟挑戰，今天來看。第二件事情，再來看到的是華為在秋季會推出的這個是麒麟2026年，號稱是靠這個邏輯折疊就可以逼近台積電它的初代3奈米。中國是否已經可以真的繞開 EUV 封鎖，走自己的新路了呢？是美國逼出來的自主體系嗎？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大陸方面也開始限制它的 AI 人才出境了。到把這些科技人才視為這個國家的戰略資產，北京是否已經全面進入這個科技的總動員了呢？中美科技戰，今天一起從這個地緣政治來做解讀。好，最新消息我們趕快要來看到的是華為的董事，同時呢，他也是半導體業務部的總裁，他叫何庭波。25號這一天呢，他正式的宣告的事情是呢，他說呢，正式拋出的全新半導體的理論。今天我們會來討論就是這個韜定律哦，宣告說後摩爾時代已經正式來臨了，並且他也說呢，就在今年秋天哦，就會正式的推出這個是麒麟2026的晶片，首度導入的技術就是邏輯折疊的技術了，效能據傳恐怕逼近了台積電初級的3奈米。同時今天來看到韜定律，剛剛特別講了嘛，它是可以透過邏輯折疊的技術，在不依賴 EUV 機子外光曝光機的這個狀況之下，預估最快2031年要來量產1.4奈米的晶片。剛剛講了說，他說這個摩爾定律將會這個落伍哦，因為它主導了半世紀的時間，主要是透過這種縮小電晶體尺寸來增加它的效能。他說呢，這個已經到達了物理的極限，接下來會從空間競爭轉向時間的效率。摩爾定律走的是這種空間的競爭，他認為已經到極限了，所以時間效率未來會從電晶體、電路、晶片到資料中心，每一層都去增加、減少它等待傳輸跟計算的時間。好，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瀚庭怎麼看了？現在華為喊出的不靠 EUV 也能做到1.4奈米的全新科技革命，真的能夠做到嗎？剛剛還有講說這一款是在秋季會推出的麒麟2026晶片，逼近台積電3奈米水準，真的可以不靠 EUV 嗎？那瀚庭怎麼看？其實重點不僅僅是在1.4奈米，而是說中國大陸它確實在後摩爾時代用了另外一條的方式來達到或接近1.4奈米的等效密度以及等效性能，接近到那個點級。在過去的摩爾时代定律，也就是說每到1年半跟2年之間，我們呢所承載的晶圓體上面的晶片就會更小，而且它承載的內容就會更多。但是呢，它的總會達到物理的極限，而且也會衍生很多的問題，所以才需要有EUV 啊，才能夠刻得很細。但是呢，你刻到那麼細，到了1.4，它總會有個極限。所以如果過去是說我們如何在現在這個圓桌子上塞的更多的東西，好，把它塞得越來越小啊，然後東西做得越來越小啊。那現在華為的設計是說，如果我們發現這一條中間的道路啊，它如果沒什麼效率的話，我們是不是把這個效率的連接，甚至呢是把整個桌子折疊起來，
本來呢是說我跟思敏的這個座位，我們要把它設計成什麼道路？現在是說我們利用空間的折疊，啥呢？我們就想要把它折疊在一起，這個時候立刻整個晶圓體就能夠連通。所以是它的整個設計方向以及後續所有的程式都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那這個樣子呢，就能夠突破過去純粹的物理極限。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凸顯的並不是單純說繞開了 EUV 或者它能夠攻克到多少奈米，而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國產芯片能夠完全的等同於目前世界其他非中國大陸制的最優秀的性能，而且這種方式如果再加上 EUV 的方式，那很可能就會產生幾何式的爆發增長。所以先前黄仁勳在接受到美國訪問的時候，他才會說，如果我們繼續禁止美國的晶片賣給大陸，那麼大陸就會有自己的國產晶片，導致美國會完全的失去中國的市場。而現在，如果我們再看到華為的這個所謂掏定律，可能已經正要實現了。所以卡得住光刻機，卡不住思路；卡得住線寬，卡不住時間。過去拼的呢是怎麼樣把房子塞小啊，但是呢，這個現在拼的是怎麼樣讓道路不塞車。所以過去賭的是空間極限，但掏定律賭的呢是系統的極致。所以當然並不是說現在有了掏定律之後 EUV 就等同於廢紙，不是，它只不過是在 EUV 之外又重新開了一條新的道路。所以未來這個道路那能夠走到多遠，以及它實際上在今年所誕生的這個手機，它的效能跟性能跟過去的相比會怎麼樣，還有待於實際上的檢驗。好，所以中美接下來会不會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體系哦？過去的這個艾斯摩爾會走一個空間體系，那現在的掏定律會走一個時間的體系。但是呢，現在說性能會幾乎是相當的，可以達到1.4奈米。那同樣的問題，現在包括了這個輝達、艾斯摩爾都很緊張。那幹哥又怎麼看？好，那何庭波他有講啊，那不是橫空出世的東西，他們已經研發6年了。你知道為什麼？很簡單，6年前。華為遇到什麼？美國制裁嘛，對不對？但是在這個半導體產業裡面，就像漢庭剛剛講的，其實製程已經很緊縮了。你到1.4奈米以後，你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再刻啊，你能夠再刻到更小嗎？所以這就說邏輯堆疊的這個概念，是他用了7萬名工程師去腦力激盪了6年才出來的。他舉例啊。何庭波他就講，他說：“我是看了都江堰的故事哈，我就覺得說，古代的人怎麼那麼厲害？當時沒有推土機，也沒有 AI 運算，但是那個父子李冰父子，他們竟然能夠做出這麼好的，就在你想想看，2000年前能夠做出那樣子好的水利工程，這就啟發了何庭波認為說，中國的智慧應該是可以達到的，所以他特別成立了。”莫爺小組，什麼叫莫爺小組啊？哦，原來莫爺小組是干將跟莫爺，大家知道這是最有名的越王劍啊，干將跟莫爺這2把劍，對不對？他說我成立了這個小組之後呢，就是莫爺小組，你們一定要成功。那當時他真的也是篳路藍縷啦，那這個概念現在能不能夠被接受？很快，2026就是麒麟2026最新的堆疊技術就要出來了。那在馬上應用在這個手機上，號稱每平方毫米有2.38億顆電晶體，啊，2.38億顆電晶體。那想請問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達到了技術的突破呢？其實分析師有講哦，就是我們客觀的來講一下，就是說，他們是有所保留的。為什麼？就像就是說，這個在意義上。它不是真正的1.4奈米，也就是說，你把那個幾何縮小，變成了什麼？提升時間效率。為什麼？因為產業都面臨着瓶頸。何庭波他說：“我希望未來5到10年，我們是走出半導體的另一條路出來。”那這個概念會不會真正的形成？雖然它不是意義上的真正的1.4奈米，但是呢，它在效能上，它真正達到了1.4奈米。但是再過2年、3年之後，是不是有更新的技術？連何庭波自己都不敢保證。所以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的團隊已經做到這樣子了，可是將來能不能夠做到更好，
其實老實講一句，這個只有天下哈，真的只怕有心人吶。那要講到台積電，為什麼我們的台積電這麼厲害？因為台積電的1.4奈米2028就要真的出來了。台積電永遠都是一個人的武林，為什麼？因為它的良率是最好的。那個三星跟 SK 海力士根本就不能夠跟它比，所以為什麼蘋果的要求啊，這些大客戶的要求，台積電始終能夠達到，因為它的良率不會只有40%，它根本就是讓客戶非常放心的。所以它的1.4奈米真正推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說，真的，也就是說，台積電它在技術上的優勢，其實華為在3年5年之內，很可能是沒有辦法超越它的。所以今天我相信在下半年的麒麟2026這個新的手機出來之後呢，是不是真的那個堆疊技術有這麼好？分析師警告，你的邏輯堆疊概念其實很創新，但是堆得越高，它的邊際效益遞減就越嚴重。你有解決這個技術方面的問題嗎？我們等到新的手機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驗證何庭波你說的究竟能不能夠實現，我們就拭目以待吧。好，那所以代表說，接下來中美之間在這一場科技戰甚至晶片戰之後，會走一個完全自己獨立的科技壁壘嘛？我們看到技術，現在華為走自己獨立的一個技術，現在呢說人才，中國大陸也要培養自己的一整套人才，甚至說，如果你這些高階的科技人才要出國的話，未來還要向主管機關來獲得准許才可以出國。這是來自於彭博社的最新報道說，包括了阿里巴巴呀、深度求索、DeepSeek 這一些 AI 人才，未來你要出境的話，主管機關要先批准才可以，就怕這些技術外流嗎？那 Eric 玉君怎麼看？因為這個 AI 技術或者是科技技術，它的本質其實是人才戰因為它需要人去研發，它需要人去把它研發的這個成果，去把它這個可以說是 manufacture 出來。所以美國跟中國現在呢，可能未來會有不同，就建立成不同的體系。那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 AI 這個科技的時候，我們一直都認為說，未來大國競爭，不管是在國力或經濟上，可能 AI 的贏家就是最後的贏家。那現在呢，中國它是一個政策的變質，它把民營科技公司納入它國家的列管，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一個逆轉吶。那因為它是一個等於是一個倒潮流嘛，以前中國都是跟世界接軌，讓人才自由的流動，他到美國，然後可能再回中國。那現在他是不是要犧牲這某方面的一個開放紅利，去保持最佳的人才呢？我們來看一些有趣的數字，就是說中國有总共大概有440萬的工程師，美國只有200萬。那為什麼是彭博社把這個新聞弄出來？因為美國希望引進很多中國的科技人才跟工程師，他們發現說，這些人被中國的一些可能沒有辦法出國啊，或者是沒有辦法拿到他們的這個可以出國的簽證啊，所以這新聞才會出來。所以中國在看這個問題上，他如果用鏡像美國的話，他剛好是一個倒反的。美國希望中國的人才，中國希望保留自己的人才，他也不一定希望美國的所謂的其他的人才到中國去，所以這變成2道牆，美國筑一道牆，中國筑一道牆。好，這是很有趣，就是雙方這個壁壘分明，它是人才、武器、AI 的冷戰。那它總共有4條鏈，這個戰略邏輯上呢，它是全面的數管，它是晶片是一條鏈，我們剛才有討論到，人才是一條鏈，原料跟數據，因為 AI 最後需要數據來跑嘛，所以從這整個不管是政策的變質，或者是從這個所謂的整個體系上面的數管呢，它已經不是備戰了。好，它基本上呢已經開戰，只是沒有開火而已。好，謝謝玉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世